中共七常委悉数亮相，红二代大集结登场。表面是纪念陈云120名弹，实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宣示。曾经掌握中国党政军核心的红色家族邓小平、刘少奇、胡耀邦、朱德、彭德怀的后代罕见同框，而江派要诀集体缺席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追思会，而是一场无声的倒系动员。据传，他们正酝酿一份震撼党内的建议书，要习近平交出权力。理由有二：一，他把党天下变成了家天下；二，他正在把红色江山推向毁灭性的台海战争。习近平还能撑住吗？这场宫廷风暴已悄然掀起。您好，这里是新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6月13号，中共当局高调举办了陈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。根据中共官方影片画面，这场会议可谓星光灿灿，不仅中共7位政治局常委全员到场，中共8大家族的后代也悉数现身。中共央视的画面上出现了陈云的儿子陈元、孙女陈晓丹、邓小平的女儿邓蓉、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、刘少奇的儿子刘源、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、习仲勋的儿子习远平、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、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、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、贺龙女儿贺晓明、罗荣桓的女儿罗北洁、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、谭震林的孙子谭景、朱德的孙子朱和平、董必武孙子董绍仁、彭真女儿傅燕、彭德怀的侄孙彭宇、万里的儿子万博鳌、荣毅仁的儿子荣志健、古牧的儿子柳慧远、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、王真的孙女王晶晶。不过江泽民派系的关键人物一个也没来，包括曾庆红、贾庆林、李长春等江派大佬全都缺席。资深媒体人史山表示，这些红二代都不是普通人，他们是中共建政初期元老的后代，掌握着中共党政军和商界的广泛人脉。他们的集结绝不只是为了纪念陈云，而是隐藏着更深层的政治动向。他们集结在陈云的纪念会上，显示红二代仍能团结一致，似乎在宣示某种政治立场，仿佛在向官二代或江派宣示，我们还在，我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。旅居澳洲的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斌教授向大纪元独家爆料说，此次红二代家族集结的背后隐藏着重大的政治动态，他们正在策划联署撰写一份红色基因治党中央的建议书，公开指责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的2大罪状，要求习近平下台。第一宗罪，背叛陈云的自己人掌权的原则，搞家天下。陈云曾有一句名言，还是自己的子女靠得住，不会挖我们的祖坟。这话是在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后，中共元老担心类似危机在中国重演时提出的。陈云主张权力必须掌握在元老后代手中，以确保红色江山的稳定。根据孔丹的解释，这不仅包括政治权力，还包括经济权力。红二代按计划分头行动，一部分进入党政军系统，一部分下海经商，通过权力背景积累财富，形成经济支撑。然而孔丹认为，习近平上台后效仿毛泽东，试图搞终身制，大权独揽，不允许其他红二代家族分享权力。他还利用反腐运动打击红色家族的经济代理人，比如邓小平家族的吴晓辉、曾庆红和李先念家族的肖建华等人，这导致红二代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大幅缩水。习近平的做法等于把红色江山从党的天下变成了他个人的家天下，彻底摧毁了陈云的战略安排。第二宗罪，违背邓小平韬光养晦，挑起台海战争风险。孔丹还指控习近平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，
邓小平的策略是让西方国家放松警惕。从邓小平到江泽民、胡锦涛期间，红二代和红三代向海外转移了巨额资产。据孔丹透露，这些资产总额高达20万亿美元。若加上国企高官、成功商人及中产阶级的海外资产，总额可能达30万亿美元。这些资金成为中共渗透西方、进行统战的经济支撑。但习近平推行的战狼外交激怒了国际社会，使邓小平一国两制收复台湾的统战策略变得不可能。更严重的是，习近平正在加速准备台海战争，可能在2027年前发动对台军事行动。孔丹认为，一旦战争爆发，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等西方国家会像俄乌战争后对俄罗斯官员一样，冻结红二代及其代理人的海外资产，这将让红色家族的经济根基崩溃，甚至威胁中共政权的存亡。孔丹认为，习近平如果继续执政，推行台海战争战略，会让共产党陷入颠覆性危机。为了避免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，红二代决定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，联署建议书逼迫习近平交出权力。袁宏兵还透露，这些消息是通过传统的口述方式从中国传到澳洲的，显示消息来源可靠。时评人张天亮认为，这个爆料在逻辑上非常合理，显示党内确实存在一个由红二代组成的反习联盟，而且他们已经在行动，并且他们敢于提出这样的诉求，显示出强烈的底气。红二代在党内的独特地位让他们敢于发声，不怕习近平报复。其他高官如蔡奇、李强不敢反对习近平，但红二代有这个胆量。红二代的团结和行动力绝对不容小觑。石山则表示，习近平在红二代圈内地位不高，他上台初期得到了刘源、刘亚洲、王岐山等红二代的全力支持，寄希望于他能够稳住这个红色江山，但对他的表现失望，认为他演得不好。这场政治风暴会如何发展？习近平是否会妥协交权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中共21大前将会逐渐浮出水面，我们会持续关注，为大家带来最新分析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